新卡霍夫卡大桥被炸断，致使俄军失去补给。乌军此战并非要收复赫尔松。火力军在之前的节目中讲了乌军反攻赫尔松的方式及意义。现在1周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根据公开消息，我们来看看目前战况如何。根据卫星图片显示，新卡霍夫卡的大桥已经被摧毁，而安东诺夫大桥则持续遭到乌军海马斯攻击，甚至1天之内会被攻击6次之多。目前该桥还耸立在河面上，这充分证明了安东诺夫大桥的坚固。毕竟此前的弹药车队爆炸都没有将其摧毁。但即便如此，安东诺夫大桥实际上也已伤痕累累，无法使用了，最起码是无法让重载卡车通过。此外，被乌军海马斯击中后，安东诺夫大桥附近的浮桥和轮渡都被撤走了，这意味着俄军现在只能步行通过受损的大桥了，而重装备则无法通过。在没有后勤补给的情况下，指望这样的俄军顶住乌军的攻势是不切实际的。除非守卫赫尔松的俄军能像当初在马里乌波尔的乌军那样拥有坚韧战斗力，至于使用直升机等进行空中补给就更别想了。在赫尔松地区的乌军至少有 1.5 万人，目前乌军对赫尔松地区的战士进行了严格信息管制，包括前线记者在内的所有人都被严厉告诫，不许透露乌军行动细节，以免被俄军利用。也正是因为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消息成为外界了解赫尔松地区战事的主要渠道，但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消息明显有利于俄军，而且被认为严重注水。对此，乌军队南方指挥部发言人娜塔莉亚·修梅纽克就否认了俄罗斯国防部的消息，并强调乌军在赫尔松地区的成功是令人信服的。乌克兰军队在持续进攻的同时，还摧毁了一些弹药库和浮桥，尤其是切断了赫尔松地区俄军的主要补给通道，让赫尔松地区的俄军陷入一定程度上的孤立，其无法获得足够的弹药和油料等补给，也无法获得援军。有效的信息显示，乌军在整个南部战线占据了局部性绝对优势，投入了至少15万人，而拥有大量火炮和坦克，并且弹药充足。乌克兰空军甚至在1天内出击超过90架次，创造了战争爆发以来的纪录。美制 AGM-88 反辐射导弹有效帮助乌军夺取了局部控制权。除了有人驾驶战机外， TB2 无人机也频繁出动，不仅侦察战场形势，为炮兵指引目标，还频繁参与对地攻击。其中2架 TB2 在短短3天内就摧毁了8辆坦克、1辆自行火炮、若干辆步兵战车和牵引式榴弹炮。而俄军则因为后勤不畅等缘故，其炮火遭到乌军压制，弹药和备用炮管短缺，即便是开炮反击，也容易被乌军的反炮兵雷达定位并遭到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空军成为赫尔松地区俄军最重要的火力支持之一，同样也是频繁出击。但由于对战场形势的把握不足，导致效果不佳。由于缺乏预警机等缘故，俄军的 Su-35等先进战机无法有效发现并攻击俄军战机。在低空活动的俄军战机仅靠机载雷达和光学传感器，很难发现同样在低空活动的乌军战机。相比之下，由于北约侦察机在黑海地区的24小时不间断徘徊，乌军战机反而能够有效地避开俄军战机和防空系统的威胁，专门从那些防空薄弱地区穿插，频繁打击俄军地面部队，将导弹和火箭弹倾泻到俄军头上。赫尔松地区的具体战况很难了解，或者说难以判断双方战报的真假，但外行看战术，内行看后勤。战线确实在朝着有利于乌军的方向发生变化，而且这种变化相比北顿涅茨克和利西昌斯克战役来说要更加明显。俄军战斗力再强，在补给不畅甚至被切断的情况下也难以发挥出来。更何况赫尔松地区的俄军并不怎么样，还能打的俄军大部分都在北迁。不过乌军在赫尔松地区的攻势看起来并非是要立刻收复该地区。乌克兰总统顾问阿列克谢·阿列斯托维奇表示，乌军在赫尔松地区发起攻势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系统性打击来破坏俄军战斗力，尤其是后勤系统。这个过程有效而缓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在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军正在所有战线上摧毁占有者的战争潜力，让所有的俄军指挥所、弹药库和后勤补给线陷入瘫痪状态。同时感谢情报部门提供的精准坐标和乌克兰炮兵的精准射击，并且截止到9月7日，乌军在赫尔松地区发起的攻势已经影响到了整个战局。俄军在顿巴斯地区的攻势已经停止，尽管此前的进度就不甚乐观。
平均每周仅能前进1公里。而在扎波罗热和哈尔科夫，乌军则开始了反攻。这意味着乌军现在已经开始逐步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可以选择在什么地区发动进攻，并随着更多军事援助的到来和更多军人完成训练，所掌握的战场主动权会越来越大。而另一方面，大量的军事援助仍在源源不断地送往乌克兰，包括几十辆防地雷伏击车在内的大型美援车队越过波兰边境进入乌克兰。波兰也向乌克兰提供了一批 AHS 自行榴弹炮，同时还提供了新一批 KTO Rosemark 装甲车。德国政府则在上周向乌克兰交付了一部眼镜蛇反炮兵雷达和5辆猎豹自行高炮。德国总理舒尔茨表示，德国政府几个月来一直在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包括猎豹自行高炮、PZH-2000 自行榴弹炮和 M270 火箭炮。舒尔茨作为德国总理，已经带领德国政府改变了长期以来的传统政策。要知道，在战争爆发前，德国政府连头盔都不愿意向乌克兰提供，更别说杀伤性武器了。舒尔茨还解释了德国政府为何没有向乌克兰提供坦克和战斗机，因为军援乌克兰是一项很复杂的计划，必须与盟国进行协调。在此框架内，德国政府仅负责其中一部分，诸如火炮和防空武器。在北约集团内部进行分工是有必要的。西方为乌克兰购买的新型武器中，德国政府也提供了部分资金。如今北约的军事援助正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反炮兵雷达和远程火炮的加持下，俄军炮兵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压制，更别说后者还受到炮弹和备用炮管短缺问题的困扰。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俄军已经没有了炮弹和备用炮管储备，但在乌克兰军队的远程打击下，尤其是对弹药库和交通枢纽的攻击，使得俄军即便有可用的炮弹和备用炮管，也难以送往急需的前线。另外，整合到米格29战斗机上的 AGM-88 反辐射导弹，其效果也是出乎预料的好。俄军前线野战防空网甚至到了自顾不暇的地步。随着防空系统被摧毁的，还有大批防空部队基层指挥官。在俄军防空网被迫关闭或者半关闭的情况下，乌克兰空军的出动量猛增。在赫尔松地区，乌克兰空军的日出动量很快突破了130架次。相比之下，俄空军在赫尔松地区的日出动量仅有40多架次。俄空军这种虚弱表现，除了被乌克兰防空网遏制外，很大程度上也与零备件短缺以及克里米亚基地遭袭击有关。在战前很难想象强大的俄罗斯空军会落到这个地步，这还仅仅是西方援助了乌克兰米格29战机和 AGM-88 反辐射导弹。要是西方援助全套作战装备和训练体系，那俄空军岂不是要被乌克兰空军按地上揍了？好了，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有关赫尔松地区的战况，火力军将会持续关注。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